相信呢條片係 YouTube 上邊最全面咁介紹呢一隻 Zenith 雷朋3世嘅最終回今年先推出嘅手錶啦。亦都因為製作呢一條影片啦，我都專登咁將當年嘅動畫咧重新睇咗一次嘅。咁啊，正所謂問米呢，就可以睇到前世今生啦。咁睇一隻錶就冇咁犀利嘅，但係都可以睇到呢60年嚟究竟發生咗咩事。就好似以呢一隻嘅 Zenith 手錶為例啦，我哋就可以睇到啦。我亦都可以喺度大膽假設，如果冇呢一款 A384嘅話呢， Zenith 可能今日都未必存在喺我哋嘅眼前。咁今日要介紹嘅呢，就係喺2022年頭先至發布嘅雷朋3世啦，最終回。我自己都係比較中意用翻以前呢個譯名啦，咁覺得親切感多啲啦。雷朋3世，咁呢隻係第3隻啦，出到嘅第3隻啦，亦都係話最後一隻噶啦，唔會再出噶啦。咁呢隻錶究竟點樣可以睇到60年嚟發生過嘅事呢？咁由於因為太多嘅資料啦，呢隻錶雖然我5月尾嘅時候已經攞到手嘅，但係足足都搞咗好耐，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剪呢條片亦都用咗時間，咁搞到今日先至出到片嘅。咁今次嘅片呢，就會用一個時間點去講啦，咁等大家可以徹底咁了解呢一隻咁傳奇嘅 Zenith。咁如果大家只係想聽雷朋3世有關嘅內容呢，咁我可以飛到以下呢2個時間段嘅。咁啊，時間翻去60年前嘅1962年啦，當年 Zenith 就想喺1965年嘅時候呢，為咗慶祝牌子100週年啦，咁啊膽粗粗咁去研發當時都未有嘅自動計時機芯啦。反正自動上鏈呢個技術都出現咗好耐啦，咁應該就唔係好難噶吧。咁啊點知呢，1965年就做唔到出嚟，咁啊最尾要搞到1968年呢先至研發成功。咁亦都計劃喺1969年嘅年底左右啦，就發布呢一個機芯嘅。咁 Zenith 其實都當時打聽到其他牌子或多或少都研發成功噶啦，咁啊擔心會俾人發布咗先，所以就喺1969年嘅1月10號啦，咁啊率先發布咗呢一個以 El Primero 為名嘅一個機芯啦，喺西班牙文係代表第一嘅意思嘅。El primero, el primero, el primero。咁啊，當時機芯個型號就3019 PHC 啦，有36000嘅振頻，咁亦都以 A384 啊、A385 同 A386 咧搭載住呢個機芯去推出市場嘅。咁啊，當中以 A384 啊最為 iconic 啦，我手頭上嘅呢一隻雷朋3世，亦都係 A384 嘅一個靈魂啦。有住當時最70年代比較 hit 嘅一個酒桶型嗰個錶殼款啦，亦都有翻一個好突嘅玻璃面咁樣啦。當時就膠面啦，今時今日當然亦都係藍寶石嘅錶面。另外亦都有翻 G-Ferraz， 我唔係好 sure 呢個名點樣讀嘅一間錶帶製造商啦，幫佢哋做嘅一個錶帶。咁啊，梯級型嘅一個中空錶帶啦。就算今日再睇翻呢個款呢，其實亦都覺得好獨特嘅。咁啊，雖然 A384 係廣告中入邊嘅主角啦，咁但係生產嘅產量係少之又少嘅。咁啊，比較主力嘅亦都係以翻 A386 嘅一個比較傳統嘅一個錶型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雷朋3世嘅呢一套漫畫呢？咁啊，漫畫就先喺1967年誕生嘅，咁啊反應就超級熱烈啦。咁啊1970年開始呢，就改編成為電視嘅動畫啦。咁啊以前就未有 Internet 嘅年代啦，我只係租過幾期嘅雷朋漫畫嚟睇啦。咁慶幸依家其實再睇翻嗰個動畫咧，都變得好簡單啦。咁雷朋3世個動畫 Part 1呢，就喺1971年去到1972年期間播放嘅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動畫裏邊呢係曾經出現過2次向呢個 A384 錶款致敬嘅。咁但係原來呢都唔係主角雷朋去戴住嘅，而係雷朋嘅好友呢次元去戴住嘅。咁亦都比較有趣嘅就係呢，喺個動畫入邊出現嘅呢，都唔係原本嗰個 A384 或者 A385 嘅任何 Zenith 出現過嘅配色。咁我冇睇過動畫嘅你呢，就唔使擔心，我呢度呢亦都 cap 咗嗰2個先俾大家去睇一睇啦。咁第一幕其實就出現喺第一集嘅，咁個故事就話雷朋就參加咗一個賽車比賽啦，咁佢中途就要同阿次元做一個
好精準嘅交替嘅，咁啊大家就要睇住一個手錶嘅時間啦。咁啊次元就帶住咗隻 Zenith 啦，而雷朋呢亦都帶住咗一隻 Yama 嘅，咁我諗 Yama 其實都可以考慮出翻呢一個款式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幕出現咗呢一個 Zenith 嘅手錶啦。而去到第二次出現呢，已經去到最尾嗰集㗎啦。咁啊，亦都係啦，次元帶住咗呢一隻白面黑圈嘅一個 Zenith 手錶啦，好清楚見到埋牌子名嘅。咁啊，得意嘅地方就係成個動畫呢，經常都會出現唔同手錶嘅 close up 嘅。咁但係當中呢，只有 Zenith 同 Yama 嘅呢一個錶款呢，係畫得特別精細嘅，一定認得出嘅。咁啊，其餘出現過嘅錶款呢，佢又畫得好簡陋啊，我就認唔到啦。可能我嘅功力未夠啦。咁其實我一直都覺得《石英危機》呢4個字就幾好誤導嘅，因為一般講咩危機呢，咁啊通常係講嗰樣嘢出咗問題，咁啊應該就叫石英威脅就比較 make sense 啲啦。咁啊，當年啊 Zenith 發布完呢個 El Primero 嘅時候呢，諗住可以玩晒嘅時候呢，點知呢又出現咗一個石英嘅機芯嘅，日本呢一邊啦出現咗石英機芯啦，咁啊極度平價嘅石英錶出現啦，又更加精準啦，令到人呢就唔再相信呢個高昂嘅機械錶嘅，咁啊覺得石英機芯呢應該可以永久咁取代機械機芯嘅。咁啊玩錶有一定資歷嘅朋友都知道啦，呢一個威脅呢令到好多牌子都做咗一個大洗牌嘅，咁啊甚至乎有啲又當然執埋粒掰埋拜添啦。咁啊有啲本身唔錯嘅牌子呢，亦都因為咁呢而俾人降歸咗嘅。咁我就唔公開嗰啲牌子名啦。咁啊 Zenith 其實都唔例外嘅，爭啲都執笠噶啦。咁啊大約喺1975年呢，更加俾母公司呢命令啊，立令佢要停止再生產呢個機械機芯嘅。咁對一個百年牌子嚟嘅呢，係一個何其羞辱嘅一個決定。咁啊情況有啲似阿 Steve Jobs 啦，自己創立咗 Apple， 咁啊冇諗過 Apple 會踢走翻自己嘅，一樣咁瘋狂嘅。咁 Charles 咧可以算係阿 Zenith 嘅救命恩人啦，因為佢係研發 El Primero 嘅一員啦，亦都當知道母公司發咗癲嘅時候咧，話要銷毀晒所有製造機械機芯嘅工具啦，咁佢亦都自把自為咁暗地裏咧，將製作 El Primero 嘅工具咧收埋咗起來嘅。咁啊呢個故事其實都好出名嘅，咁啊好多玩錶嘅人其實都知道，咁佢亦都相信咧呢一個石英威脅啦，呢個危機啦，總會有一日會過去嘅。咁而呢啲工具呢，亦都有一日會再用得返嘅。咁啊，時間又去到80年代啦，咁又石英危機又咪過去啦，大家又重新咁投入翻機械錶嘅懷抱啦。咁啊，1981年呢 Apple 就決定向 Zenith 就買入3019嘅 PHC 機芯啦。咁啊，Charles 亦都光明正大咁將 El Primero 嘅工具咧重新翻嘅。咁啊，大約喺1985年左右啦，咁啊將3019 PHC 機芯嘅重現江湖嘅。咁啊，索性改名咗成為 El Primero 嘅400，冇錯。今日嘅呢一隻呢，其實亦都係 El Primero 400嘅機芯嘅。咁而知名嘅 Rolex Daytona 啦，亦都喺1988年嘅時候呢，向 Zenith 買入咗訂下咗一個10年嘅 contract。咁啊，借用咗 El Primero 啦，咁啊 Rolex 就叫佢做 Caliber 嘅4030機芯咯。咁啊，為慶祝 El Primero 50週年啦，咁啊 Zenith 喺2019年頭咧就推出咗經典復刻嘅 A384啦，咁啊用上咗逆向工程，將呢一隻錶重新翻嘅。咁我推測就應該係攞一隻實物嘅錶做一啲 3D 嘅 scan 啦，再重新畫過晒啲圖咁樣啦，咁啊推出翻啦。咁啊復刻程度咧就接近完美噶啦。咁啊都唔夠厚，咁啊年尾嘅時候呢，更加推出咗同雷朋3世嘅呢一個合作，咁啊推出當年出現喺動畫第一集入邊嗰個黑色錶盤啦、灰色計時圈嘅一個特別版。咁啊呢隻大家俗稱嘅第一代啦，咁啊限量只係50隻喺日本嘅地區發售嘅啫。咁啊反應呢，當然就預期之外嘅瘋狂嘅。而2020年呢，亦都推出咗第二代啦。咁啊，配色就用上咗動畫 Part 1入邊最後一集白面嘅黑色圈嘅。咁啊，同本身 A384就好接近嘅呢個配色，只係冇咗個
黑色嘅外圈顏色啫，同樣係限量嘅。不過呢次呢，就全球發售200隻嘅啫。咁啊，點知2022年嘅1月呢，就突然公佈咗推出第3代，亦都強調呢個係最後一隻㗎啦 ，Final Edition 嘅。咁我個人認為，唔知係咪同 Lupin the Third 呢個名有關呢？所以出足3代啦咁啱。咁啊，呢一隻就全球限量250隻啦。咁啊，同之前2代有啲唔同。呢一代呢，就用上咗全隻都係Titanium 嘅。咁啊，之前2代其實都係 Stainless Steel 去做嘅啫。咁呢代最 iconic 當然係嗰個標盤個設計啦。咁啊，將第1代同第2代結合咗，咁啊好聰明咁用上咗一個打斜分割嘅一個設計啦。感覺上就好似你同時收藏咗之前2代嘅一樣啦。咁啊，更加有一個收藏嘅價值啦。而點解用上咗 Titanium 啊？我諗係希望增加一個最終回嘅一個獨特性啩，或者一個少少名貴少少嘅一個材質咯。而呢一個梯級中空嘅錶帶呢，咁啊錶扣呢同樣亦都係復刻啦。咁啊，你揾唔到有啲咩複雜嘅機關，咁啊撳上手其實都幾流嘅感覺，有啲真係似翻70年代嘅一隻錶。咁啊，成隻錶因為 Titanium 啦，咁就輕到一個點嘅，咁有幾誇張呢？咁等我度一度啦，量一量俾大家睇下佢有幾重。唔知大家又估唔估到佢有幾重呢？成條鏈帶加埋隻錶都係77.3 gram 嘅。咁啊，唔知咩概念嘅話，我都再攞埋其他錶睇一睇啦。例如呢一隻48mm 鋼錶啦，已經135 gram， 淨係個鋼錶已經135 gram。咁啊，呢個都係 Titanium 嚟嘅，但係就尼龍帶啦，都講緊76 gram 幾啦。咁啊，都攞啲接近嘅鋼帶39mm嘅睇睇啦，144 gram 啦已經去到。PRX 嘅話呢，又睇一睇40mm 嘅呢一隻，不過啲鋼你明顯 feel 到冇咁重手嘅。其餘嘅 spec 基本上同翻 A384 復刻個款係一樣嘅，除咗用咗 Titanium 嘅分別啦。咁個錶底有翻次元嘅一個圖案啦。咁啊，留意翻佢唔係雷頻嚟嘅，呢個係次元嘅，即係帶住呢隻錶嗰個角色嘅。咁個機芯一樣用翻 A384 嘅機芯啦。咁頭先都有提過呢個機芯係一個復刻機芯嚟嘅。咁啊 A384 呢個款呢，真係建議大家一定要拎上手睇睇，個感覺真係同睇個相係好唔同，幾好獨特嘅一個款。咁啊，加上37mm呢，即係成個感覺好唔2022年嘅。咁啊，另外中空錶帶呢，戴上手都幾特別嘅個感覺，因為好似涼浸浸咁樣呢，中間冇嘢捆綁住，幾舒服嘅。咁啊，影片去到最後啦，咁我都想講一講自己嘅一啲感受。咁啊，一直都想收藏一隻 El Primero 嘅，因為之前一直都未有。咁啊，本身對 A384 都係一個考慮購入嘅目標之一，因為我對呢一類嘅 Integrated Bracelet 呢個錶款呢都幾中意。咁啊，當年頭嘅時候呢，留意到呢一隻最終回嘅發布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對黑白配色嘅錶呢有情意結嘅。咁啊，加上澳門銀河嘅 Zenith 呢，就話俾我知可以買到。咁你話點可以唔抗拒呢一隻錶呢？咁啊，有觀眾之前留言就問我呢隻錶會唔會放賣呢？咁我個答案就唔會放賣住嘅，因為我自己真係收藏呢隻錶，我自己都冇特別戴添嘅。咁亦都有人留言就話我係因為兼明而去買呢隻錶。咁呢個留言都幾搞笑。咁首先呢隻錶都講緊成8萬蚊啦，我唔記得咗澳門幣定港幣，咁差唔多啦，8萬蚊。咁為咗兼明用8萬蚊去買呢隻錶，我諗你會唔會咁做呢？咁啊，加上你會唔會為咗呢個兼明而去做一條咁嘅影片呢？咁嗰個留言嘅朋友都幾搞笑嘅，我希望佢睇到啦。咁啊，今日條片都比較長啊，如果你睇到呢度都證明你係忠實嘅 fans 啦。咁希望你中意呢條片嘅內容啦。咁啊，記得留言話我知你睇晒成條片啊。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